今天是我在荒岛生活的第19天。想要在岛上生活的好，就要利用沙滩上那些不可再生的东西。破冰箱可以做储物柜，铁桶可以存水，木桩可以做凳子，木板可以做桌子。既然有了储物柜，那就再上树摘一些椰子存储起来。这个季节野菠萝也熟了，摘几个回去和椰子放到一起，这样我们在岛上就有了足够的饮料和水果。哎呀，经过一早上的折腾，我也累了，而且还有点饿了。我们去找点食物吃。首先，我打算潜水探索。一下水，我就被这里的海底世界震撼到了，很多漂亮的珊瑚和小鱼深深地吸引住了我。哎，我好像发现了什么？怎么有一条泥猛鱼被挂在珊瑚上？好像是被向往的渔民遗弃了，看起来已经被困在这里很久了。不过它活得很坚强。今天我就做一个海洋保卫者，解救它。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所蒙蔽，如果不小心被它的刺扎到，你一定会疼得叫起来。解救完泥猛鱼，我又在海底的石头附近发现了一条休息的石斑鱼。我赶紧放下相机，拿上鱼叉，迅速的下水收下了它。这下我们的饭着落了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收获这2条鱼，感觉已经非常不错了。但是还是觉得2个人吃这2条鱼有点单一。要不我们再去探索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寻找到一些其他的食材。刚刚下水，我收获了一条美味的石斑鱼，并解救了一条泥猛鱼。但是想要在岛上做一顿大餐，这些还不够。为了寻找食材，我又来到了后山探索。果然，我发现了一种食材，那就是野生的山药。这个是它的藤，说不定下面有很大的山药。但是你挖它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。不过为了美味，这是值得的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努力，最终收获了2段。它底下应该还很长，但是呢，实在太累了，我们先把它带过去吧。为了丰富这顿大餐，我又在山脚下摘了一些龙葵。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。本来是打算好好的烹饪一下的，但是想了想，这么好的食材，还是最好要吃原汁原味。就这样，这顿原汁原味的大餐弄好了，就先吃这个山药吧。啊，看里面雪白雪白的，而且还冒着烟。这个味道很淡，而且吃起来特别的软。你细细的品它的话，还有一点点那种甜味儿。再尝一下这个龙葵，我小时候啊特别爱吃这个呀有很多功效的，比如说活血化瘀，但是呢它这个是寒性的，就不建议多吃。这个泥猛鱼啊，不放任何调料，它都自带咸味，而且特别的鲜。现在到了品尝这个石斑鱼的时候了，我感觉我们这顿大餐真的很奢侈了。这些加起来，如果在外面吃的话，已经很多钱了。这个鱼吃起来啊，就比这种鱼啊更加的鲜甜了。它的鱼皮也是可以吃的，这种肉啊很紧致，多吃海鱼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因为它富含很多的能量，蛋白质啊、微量元素啊很多很多。快来吃吧，这个是你的，柠檬还有这个，这个全部都是我的。啊，要不要那么残忍？这是今天的收获了，有鱼、有螺、有螃蟹，然后还有龙虾。今天是我在岛上生活的第20天。早上起来，我收拾了一下我的竹床，又吃了一点野菠萝充饥。这时候我打算去收一下前2天下的鱼笼，看看有什么收获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里面有螃蟹。你看，这里面有几只螃蟹，1只、2只、3只、4只、5只、6只，还有一条鱼。哇，一共收获了7个花蟹，然后还有一条石头鱼。我现在还在想怎么做它们比较好，除了烤的话，还有其他办法吗？来个海鲜火锅。也对，那我们就做一个海鲜火锅。要做海鲜。这下就不好了吧？这就是今天的收获了，有鱼、有螺、有螃蟹，然后还有龙虾。这下要做海鲜火锅的话，应该就完美了。我要做的这个海鲜火锅也非常简单，首先就是把这些螺的壳先。
你看我操，今天烤的这个红薯啊，有点翻车了。你看，这个已经完全成了碳了，还好这个大的还能吃。熟悉的味道。来，你们也吃一口。先尝一下这个龙虾。哇，感觉和水煮的没啥区别，哈哈，也没有说很甜很香。不过这种小龙虾的肉啊，是真的特别好吃的。今天我感觉这火锅做的有点失败，等下次啊，哇，一定做一个特别棒的火锅。我感觉啊，这种蟹肉最好吃的还是它的钳子，把它的肉一拽就出来了。感觉用椰子水煮了以后啊，这种螃蟹肉就变得有点甜了。再来口海螺肉。我居然发现了。终于大功告成了，目前就差诱饵去下海测试一下效果了。不过我打算一会儿去潜水探索一下，寻找点诱饵，顺便给自己。所以说携带这些工具也是为了在找食物的时候，或者说制作工具的时候提高一些效率，希望大家多多的理解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急救包的，这里面是一些应急食品，还有调料，我们在需要的时候会打开。好了，我们下水去探索。今天下水是格外激动的，因为我游着游着就发现了一只龙虾，可惜它藏身的洞太深了，只露出了2个触角，让我没有办法下手。没关系，我又继续探索了。我开始尝试观察石头洞，果然我在一个洞里发现了好多龙虾，它们看到我开始四处逃跑，我赶紧下手，很可惜只抓到了2只，其他都跑进洞的深处了。今天能力有限制，收获了2只，其实我还可以收获更多的，但是要耗费很长的时间，而且那个洞还很深。不过能收获这2只也非常不错了。这种龙虾名叫山龙，也叫黑白纹龙虾，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龙虾。鱼啊、小虾之类的。现在鱼笼已经布置好了，等明天再看收获吧。这个时候我喜欢坐在这里吹吹海风，看看一望无际的大海，也是一种享受。每个人都是有烦恼的，同样我也是。这个时候我喜欢看着这样的美景，讲一些美好的事情，烦恼就慢慢的消失了。我希望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，也是抛开一切的烦恼。现在我的大炮鳗鱼笼完全好了，我又加了一个浮漂装置。这2天在岛上生活，通过努力吃的还不错，不过我想提高捕食效率，所以昨日我编了2个。接下来你们来见证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给自己找一些食物。所以说我来到了岛边的红树林，挖一些螃蟹。这里生活着很多螃蟹，但今天我放过这些小的，只找最大的。这个坑里好像有东西，哇，看到了吗？好大的一个螃蟹！
它一些坑啊，它会冒泡泡的。如果说有冒泡泡的，你就挖就行了，里面肯定就藏着这种螃蟹。哇，又收获一只小的。就这样，经过2个小时的挖坑搜洞，我收获颇丰。经过努力呢，收获了6只螃蟹，1、2、3，3个大的，3个小的。现在有6只螃蟹了，我打算做一个螃蟹盛宴。螃蟹我还是利用了最简单的烘烤，再加一些配料。我们下个视频见。